好的，朋友们，今天掃描世界杯48強，輪到說法國隊了。許多人都認為本屆最大熱門是法國隊，因為主教練德尚公布的名單確實星光熠熠，只看每個球員的身價實力，似乎確實是最強，尤其是他們的進攻線非常豪華，姆巴佩、鄧貝萊、杜埃、奧里塞、切爾基，防線上又有薩里巴、於帕梅卡諾、埃爾南德斯，門將麥尼昂，主要就中場稍微弱一點，但也有科內、拉比奧。而法國國家隊的實力，咱們只要看他們落選的人員就知道了。這其中埃基蒂克的缺席最讓人遺憾，幾周前他遭遇跟腱的傷勢，否則也很可能入選，甚至會打首發。另外一位就是皇馬的卡馬文加，本賽季狀態實在太差，所以落選。而法國隊過去的歷史最喜歡內鬥，所以他們更大的問題可能還在更衣室，總給人的感覺是暗潮湧動。這次名單中21歲朗斯隊的門將里塞特別的讓人驚喜，剛剛在 UNFP 頒獎典禮獲得法甲最佳門將。此前里塞已經多次入選法國青年隊 U21 隊，對法國隊的克萊楓丹基地非常熟悉。這一次是在自己女朋友和朗斯队二門的陪伴下，里塞現場得知了首次入選法國隊，他非常的興奮。他說呀，這個星期我終身難忘，我還沒緩過神來，內心充滿自豪，這太不可思議了，我找不到合適的詞兒來形容，簡直太棒了，夢想成真。我迫不及待地想好好完成本賽季，全力備戰世界杯。我無法相信，光是在球場聽到歐冠主題曲已經讓我心潮澎湃，而現在要去世界杯，哇！我告訴自己這不是真的。還有馬特塔在通過電視得知自己入選後，他的家人和他一起激情的慶祝。法國隊的球員身價都很高，光是他們的鋒線球員總身價就已經突破了8億歐元，姆巴佩2個億，奧里塞1.4億歐，鄧貝萊1個億，杜埃9000萬，巴爾克拉7000萬，切爾基6500萬，圖拉姆5000萬，阿克里烏舍5000萬，馬特塔3500萬。這要是埃基蒂克沒傷，這個身價還得往上漲，真是把對手都嚇哭了。那麼圖拉姆兄弟，哥哥馬庫斯·圖拉姆榜上有名，但弟弟凱弗倫·圖拉姆未能入選。這兩個小圖拉姆都是老將莉莉安·圖拉姆的兒子。那麼由於德尚優先選擇了2名意甲球員誇迪奧、科內、拉比奧，還押寶了楚阿梅尼和埃梅里，此外又把最後一次舞台亮相的機會留給經驗豐富的坎特，所以凱弗倫·圖拉姆就只能等待下一屆世界杯了。另外，法國隊的卡盧盧這次可惜了，他的表現甚至可以替換孔德，只是在國家隊卡盧盧的表現，歐國聯曾經被西班牙給爆掉，所以德尚也不能說沒有給卡盧盧機會。而對於卡馬文加的落選，德尚專門談到，卡馬文加本賽季狀態表現有起伏，沒能發揮出自己的潛力，我堅信他未來完全有能力重回巔峰。我理解這次他感到失望，甚至會怨恨我、記恨我，但中場位置的競爭本就如此殘酷。朋友們，如果喜歡本節目，不妨獻上您的嗨普積分，老 K 非常感謝，也感謝您的點讚、評論和分享，感謝您的訂閱。咱們繼續。另外，本賽季法甲射手王雷恩隊的前鋒勒保羅21個球拿到法甲金靴，但26歲的他從未入選過法國國家隊，所以這也是1954年以來法甲最佳射手第一次沒能參加世界杯。而這一次的陣容裡面包括了2018年世界杯冠軍的4名成員，坎特、鄧貝萊、盧卡斯、埃爾南德斯和姆巴佩。誰也過不去的坎特老將缺席了上屆世界杯。而2018年世界杯決賽助攻姆巴佩的盧卡斯在卡塔爾的首戰就大傷，隨後他的親弟弟臨危上位，所以這2位身上也能看出來職業球員的生涯跌宕而艱辛。對了，法國隊裡還有個參加過2014年世界杯的迪涅。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點，葡萄牙國家隊最近也公布了自己的大名單，而伯恩茅斯雙國籍前鋒克魯皮沒有入選葡萄牙隊。葡萄牙主帥馬丁內斯解釋道，我們和克魯皮有過接觸，但我們也必須了解球員本人是否有加入葡萄牙國家隊的意願。我們在3月份的國家隊集訓前曾經嘗試和他溝通，當時克魯皮表達了想為法國效力的願望，所以我們尊重他的選擇。那麼克魯皮在法國隊前鋒如此之多的情況下，當然也不可能入選本屆世界杯了。但球員個人的意願肯定排第1位，只是如果參加葡萄牙，那麼他首發機會會更大一些。克魯皮在法國長大，從小參加法國青訓法國的梯隊，感情上仍然是100%傾向於法國，但他身上沒有一點法國血統。科特迪瓦的父親
和來自葡萄牙的母親在法國生下了他，但也可以理解歸屬地的情感可能大於血緣。32歲的法國老將迪涅這次為了參加世界杯，和阿斯頓維拉續約，並且拒絕東窗轉會。他整整一個賽季所有的選擇都圍繞本屆世界杯，老將心裡面就只有這一個目標。迪涅過去很遺憾地錯過了2018年和2022年這2屆世界杯。他過去效力過大巴黎、巴塞羅那、羅馬隊，而最近的18個月從未落選國家隊。上一次2014年參加過一次，這第2次世界杯都等到2026年了，所以迪涅尤為珍惜。周4晚上，他和妻子、自己的3個孩子一起坐在倫敦的家裡面沙發上觀看20點新聞，最後成功入選，毫不掩飾自己激動的心情。去年夏天，當他和阿斯頓維拉續約的時候，當時主教練埃梅里就說得很清楚，迪涅如果留下，需要和荷蘭球員馬特森競爭出場時間。那麼老將迪涅就很清楚，去年夏天4500萬歐元，阿斯頓維拉買來了馬特森，這對自己構成了巨大威脅。本賽季剛開始，英超的前13輪，他12次首發，全情的投入，不知疲倦的往返奔跑。迪涅的傳中已經躋身英超历史助攻榜前10的後衛，但到了冬天，從去年12月開始，迪涅的表現說服力下降，他出場的時間被拆分，開始和馬特森輪流首發。而當時法國隊教練組一直在密切關注他的情況。今年1月份冬窗，有其他的英超俱樂部和沙特俱樂部向他拋來橄欖枝，但迪涅堅決拒絕換環境，他不想因此錯失世界杯的機會。無論如何，迪涅決心堅持到底。2月份又連續4次替補，曾經讓他非常心涼。但身邊人透露，迪涅從未懷疑過自己，每次替補登場的時候，總是拿出十足的拼勁兒，那種渴望比賽的勁兒異於常人。迪涅心裡只有一個執念：世界杯，世界杯，世界杯。那麼到了3月中旬，迪涅和馬特森的競爭形勢終於發生了逆轉。在最後，迪涅隨阿斯頓維拉队還拿到了個人首座俱樂部的歐戰獎杯、歐聯杯。所以，一個球員的世界杯夢想，迪涅代表國家隊已經過去12年了。但留給老 K 的印象還是2014年世界杯上瓦倫西亞的鞋釘印。所以这老頭迪涅呀，他真是非常的勤勤恳恳。埃梅里來到維拉隊後，對左後衛這個位置不停的買，莫雷諾、馬特森，好在最後老頭迪涅扛住了，熬過來了。最近的幾場看迪涅確實比馬特森要穩健，所以自助者天助，迪涅是配得上的。他的任意球水平在這支法國隊仍然是第一，奧里賽也比他差一點。想起當時在巴塞羅那，真是死被摁在板凳上，這麼多年一直保持住了狀態，是真不容易。那麼關於法國隊世界杯，咱們先關注主教練德尚。迪迪埃·德尚的2026年世界杯是他執教法國隊的最後一屆大賽。他從2012年接手法國隊到2026年已經帶隊14年，在去年25年的1月份，當時就已經確認德尚將在2026年世界杯後離任。大家都知道，在他身後，齊達內虎視眈眈覬覦這個位置已經許多年了。德尚帶領的法國隊拿到了18年世界杯冠軍、22年世界杯亞軍、21年的歐國聯冠軍，還打進過2016歐洲杯決賽。所以這一次法國德尚時代的謝幕也有着別樣的意義。1998年世界杯，球迷們就已經認識德尚了。年輕的時候是超穩健的防守型中場，他不僅是1998年法國世界杯冠軍隊的隊長，而且是藍領派中場球員的代表。他的足球哲學非常簡單，大賽不是為了讓看球的球迷舒服，而是為了讓法國隊活到最後。所以他不是那種學院派的美學派的教練，他的哲学給法國队帶來了成績上的輝煌，但也帶來了爭議。24年歐洲杯，法國隊就被批評踢得非常沉悶。當時德尚在面對記者說法國的比賽太無聊了。對這種問題，他直接就回擊：如果你覺得無聊，可以去看別的比賽。這句話後來成了他的名場面，幾乎概括了德尚14年的執教風格。你可以說法國隊不好看，但法國隊經常走得最遠。但今年2026年的德尚法國隊也不是完全保守派的。從25年3月開始，德尚過去那種以防守為主的策略開始明顯的轉向更大膽的進攻配置。由於法國隊鋒線上人才輩出，他也開始持續的嘗試在前場布置4名攻擊手同時首發。名單上這次法國也帶了9名前鋒，這不是偶然的。姆巴佩、鄧貝萊、奧里賽、巴爾克拉切爾基、杜埃、阿克利烏什、馬特塔、圖拉姆，這就是全歐洲全世界最豪華的進攻武器庫。德尚自己也強調，他不會放棄給對手制造問題，保持自己的決定性，這種第一目標。
但在無球的時候仍然必須保持防守的穩固。這一次出征美加墨世界杯，德尚的壓力來自3層。第一層是告別的壓力，因為這是最後一舞，所有人都想知道德尚能否用第3顆世界杯的星來結束他的時代。第二層就是齊達內的陰影，幾乎所有人都將齊達內視為德尚之後接手法國隊最大的熱門人選，但還沒有正式任命。第3層是球員和陣容過剩的壓力，因為法國隊的人才實在太多，任何落選，任何人打替補都有可能引發爭議。像這次落選的卡馬文加、穆阿尼、舍瓦利耶，甚至外界還提到過洛里，還有格列茲曼是不是能回歸呀？所以最後法國隊的26人名單就像一份政治文件一樣，每個名字都代表一種路線，每一個落選都代表一次切割。那麼德尚這個人，他跟球員的關係最顯著的就是拍姆巴佩的屁股。德尚加姆巴佩，這形成了法國隊權力結構的核心。23年，德尚正式任命姆巴佩當隊長，而由於格列茲曼沒能接过队長袖標，引發外界大量討論。後來有報道，姆巴佩也承認格列茲曼非常失望，並且說，我如果是格列茲曼，我也會有同樣的反應。姆巴佩強調自己不是格列茲曼的上級，這件事情非常的關鍵，因為它意味着法國隊正式從洛里到格列茲曼的時代切換為姆巴佩時代。緊接着，格列茲曼就正式告別了國家隊。但過去法國隊德尚的時代和格列茲曼的綁定太深了。2016年歐洲杯、2018年世界杯、2022年世界杯都是球隊的靈魂之一。在23年隊長事件以後，外界將格列茲曼的失落和姆巴佩的上位綁在一起討論，但也沒有可靠的證據證明法國更衣室因此而分裂。而近2年來，德尚和中後衛薩里巴的關係存在爭議。薩里巴在阿森納無疑是世界級的中後衛，但德尚24年曾經公開的批評，說薩里巴有些東西我不太喜歡。顯然，德尚認為薩里巴在法國隊的表現沒有達到俱樂部的水平。這句話當時在英國媒體和阿森納球迷圈引發很大的反應。不過26年的名單裡，薩里巴仍然入選，說明德尚沒有放棄他。但法國中後衛的競爭極度殘酷，於帕梅卡諾、科納特、拉克魯瓦、盧卡斯、孔德都能踢中后衛。另外，咱們關心下德尚和卡馬文加。卡马文加一直以來是法國隊常客，但本賽季皇馬經歷異常艱難的階段，最終卡馬文加被排除在5名中場球員之外。沒辦法，德尚必須按照競技標準和團隊組合的平衡，在此之間做決定。好，德尚和馬特塔、奧里塞、切爾基、杜埃這一代人的關係呢？是這批年輕的天才將法國隊從防守反擊的豪門變成了攻擊手過剩的豪門。馬特塔的入選是因為埃基蒂克4月份跟腱重傷，德尚需要一個不同類型的強力中鋒。而奧里塞他早就已經是拜仁慕尼黑的核心，他在法國隊不僅踢主力，甚至有可能成長為球王。就老 K 個人而言，2026年法國隊的關鍵人物首看奧里塞。所以球員方面，咱們先說奧里塞，他的父親來自尼日利亞，母親是法國裔的阿爾及利亞人。奧里塞出生在倫敦，他有法國、英格蘭、尼日利亞、阿爾及利亞多重代表的資格。最後他選擇法國隊，在他身上也解釋了現代法國队的複雜身份的結構，已經早就不是單一的血統了。法國隊是移民、郊區、海外還有歐洲青訓共同編織出的一張複雜的足球網絡。在俱樂部層面，奧里塞從雷丁隊、從水晶宮一直到了拜仁慕尼黑，一路上他並不是傳統的那種天選的太子。24年7月加盟拜仁，合同簽到了2029年。他的性格非常特別，外界經常說他很害羞，不愛接受採訪，不是那種廣告明星型的球員。但拜仁主教練孔帕尼又說，奧里塞並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樣沉默，他在更衣室裡是很多話的，很會溝通，和隊友們關係很好。所以奧里塞身上存在一種反差，鏡頭前他像那種反明星的羞澀男孩，但在更衣室內，在球場上他可一點不害羞。好，球員第二位必須要說到基里安·姆巴佩，姆總，法國隊的王，隊長，也是壓力的中心。姆巴佩的父親來自喀麥隆，是足球教練，他的母親有阿爾及利亞血統，曾經打過手球，後來深度參與到姆巴佩的職業生涯的事務。姆巴佩出生於巴黎，成長於邦迪，他的成長是一個典型的巴西郊區的移民家庭和足球學校結合的故事。而在國家隊層面，姆巴佩早就已經從天才少年變成國家队的老板級人物。2018年他已經是爆點，22年決賽帽子戲法卻輸了球，23年接過隊長袖標
26年帶隊衝擊法國隊第3顆星。在法國隊的名單中，姆巴佩是出場最多、進球最多的球員，96次出场，56個球，只差一點點就能追上大吉魯在法國隊的歷史進球紀錄。而姆巴佩身上的爭議非常多。24年歐洲杯，姆巴佩由於鼻梁骨受傷，戴上了面具，狀態受到影響，並且在法國隊對陣葡萄牙的加時賽中，他由於疲勞主動要求被換下場。歐洲杯結束以後，姆巴佩自己也承認，那屆歐洲杯對他來說是很失望的。最近來到皇馬這2個賽季，球員個人的數據雖然非常耀眼，但皇馬卻因為姆巴佩的到來陷入了歷史的低谷。好在這2個月，姆巴佩在感情上找到了自己的真愛。他和西班牙著名女演員的故事就像王子和公主一樣。但在賽季的末段，在自己受傷以後，由於和女友出現在意大利，而當時皇馬卻有对阵巴塞羅那的国家德比比賽，所以姆巴佩也掀起了軒然大波，引起了西班牙國內廣泛的批評。姆總身上同時集合了天使和魔鬼的特徵，愛他的人非常愛他，恨他的人又非常的討厭他。但在老 K 的心裡，他確實像個總統一樣。我很喜歡他的成熟堅韌，無論外界怎麼說，總是能夠拿出當世第一人的技戰力。但是在球場上，姆巴佩不願意跑動，不願意防守，這確實是個巨大的缺點。好，第3位咱們看看鄧貝萊，這是從玻璃人天才到金球先生的逆襲。2026年也是法國隊最有戲劇性的球員。早年他在雷恩隊、德甲多特蒙德、西班牙的巴塞羅那都是以天賦聞名，可是呢，傷病、紀律穩定性一直困擾着他。一直到了大巴黎以後，特別是在恩里克加盟了大巴黎成為主帥鄧貝萊才完成了職業生涯最大的反轉。2025年他贏得了金球獎，也是世界最佳球員，也是非法最佳男足運動員。他的技術特點不再只是過去的邊路突破。恩里克在今年5月份就特別稱讚鄧貝萊的無球壓迫和防守的強度是 PSG 大巴黎體系的標杆，而這一點到了法國隊也非常重要。德尚可以讓鄧貝萊、奧里塞、姆巴佩、巴爾克拉這一類攻擊手同時上場，前提是他們全部都願意無球回防和壓迫。正是鄧貝萊的成熟，讓德尚敢於在最後一屆世界杯賽變得更加的進攻性和侵略性。而在家庭方面，鄧貝萊出生並成長在法國，他的父親來自馬里，母親有毛里塔尼亞和塞內加爾的血統。鄧貝萊本人公開感謝過家人在他的困難時期給予的支持，而他的婚姻其實在2021年就以非常傳統的摩洛哥的儀式結婚，並且有了孩子。可鄧貝萊本人極少公開關於家庭的細節，他的家庭故事不是那種公開的真人秀，而是低調地支撐着他在足球方面的事業心。那麼2021年，鄧貝萊和格列茲曼在巴塞羅那的時候，有一段關於日本酒店的視頻也引發了風波。在視頻裡，2個球員嘲笑酒店工作人員，但隨後他們否認自己有種族歧視的意圖。不過遊戲公司科納米隨後取消了格列茲曼的代言。這也提醒大家，法國隊這些球星的公眾形象也並非一直都很完美。好，第4位，咱們破天荒介紹一下門將，法國門線上的硬骨頭麥克麥尼昂。他出生在法屬的圭亞那卡宴，成長於巴黎北郊。2021年，麥尼昂加盟了 AC 米蘭。他的特點是反應快，點球撲救非常好，而且個性很鮮明。在之前的1號門將洛里離開法國隊以後，麥尼昂成為了法國1號門將。而世界杯這樣的大賽，尤其是淘汰賽階段，永遠需要門將的穩定性。麥尼昂的公眾形象是跟反種族歧視緊密相連的。24年1月，當時 AC 米蘭客場對陣烏迪內斯，麥尼昂遭遇了種族歧視，當時他短暫離場，比賽也暫停。麥尼昂當時要求強有力的制裁措施，後來在隊友的支持下，他又回到了場上，並說 AC 米蘭球隊就像一家人一樣，所以他不能丟下隊友。我們也就能看出，當時他在巨大情緒下仍然能夠克制，能夠回到球场，用勝利回應侮辱。好，第5位值得介紹的是皇馬的楚阿梅尼。楚阿梅尼出生於魯昂，成長在波爾多，他有喀麥隆的背景。青訓階段他出自波爾多的體系，之後效力過摩納哥、皇馬。現在在中場，他已經是德尚最信任的結構型中場之一，既可以踢後腰，也能在必要時客串中後衛。2022年世界杯決賽的點球失手，成為楚阿梅尼一生的陰影之一。而現在他已經成為法國中場最重要的平衡器。戰術方面，他的價值不是花哨，而是讓法國隊前場的豪華陣容不至於散架。如果德尚排出4個攻擊手，
那楚阿梅尼就必須負責中路的保護和2點球，還有回收落位和第一腳的出球。他跟拉比奧、科內、坎特、埃梅里之間的搭配，將決定這一支法國隊是豪華的進攻隊呢，還是攻守更加平衡的冠軍球隊。這一次世界杯外圍賽，法國隊出現的整體過程不算驚險，只有過短暫的緊張，是25年10月客場2-2打平了冰島。當時缺少姆巴佩，缺少鄧貝萊，被冰島逼平。主教練德尚在球隊完成反超以後，再丟一球，感到非常不滿。當然，這個平局也沒有能摧毀法國出現的局面。不過也提醒大家，如果姆巴佩和鄧貝萊不在的情況下，法國隊的攻擊效率和對比賽的控制會下降。過去這1年多，法國隊最大的戰術變化就是從傳統的德尚式的防守穩健，變成向前場4攻擊手傾斜。25年3月開始，德尚改變路線，持續的使用4名前場攻擊手。但是法國隊仍然不是像西班牙那樣的純控球球隊，他不會將傳控當作信仰，更像是一台裝上了豪華發動機的防守反擊的機器。後場有麥尼昂，防線有薩里巴、於帕梅卡諾、科納特、孔德、特奧，中場則靠楚阿梅尼和拉比奧維持硬度，前場就讓姆巴佩、鄧貝萊、奧里塞、巴爾克拉等等輪流的制造單點爆破。切爾基和杜埃一旦上場都能帶來巨大的威脅，所以陣型方面他們會使用4-2-3-1或者4-2-4的變體。門將麥尼昂負責高質量的出球，右後衛孔德更加穩健，而古斯托更能夠衝擊。左路特奧的衝擊力強，迪涅則更偏重經驗和傳中能力。中後衛組合最可能是薩里巴搭配於帕梅卡諾或者科納特。在中場的雙人組裡，楚阿梅尼是防守的支點，拉比奧則提供覆蓋、前插和身體的對抗能力。科內、坎特和埃梅里他們都可以提供不同版本的中场答案。至於進攻端，現在法國最可怕的就是他們在同一场比賽甚至可以換3套前場的陣容。姆巴佩可以在左路起速，也可以去中路衝擊。鄧貝萊能打右路、左路，甚至打為9號。奧里塞在右邊內部的區域持球組織和內切傳射相當有威脅。巴爾克拉是依靠他的縱向的速度，切爾基則是靈感和最後一傳的來源。杜埃是最年輕的爆點，風格非常像過去巴西队的內馬爾。而馬特塔則是完全不同的一種支點性的中鋒。這一次德尚帶馬特塔的意義很大。如果法國隊遇到低位的密集防守，不能只靠姆巴佩去衝擊空間，必須在禁區內有對抗點，那就是馬特塔。那麼防守方面，法國隊的邏輯依然是大賽優先，前場可以華麗，但無球的時候邊鋒必須全部回收，雙後腰要保護自己的肋部。德尚非常清楚，世界杯淘汰賽不是數据的模型，而是關於細節的戰爭。只要一次定位球，一次中後衛失位，或者一次门將的撲救，都有可能決定冠軍。24年歐洲杯，法國就踢得很沉悶，但防守確實超強。當時法國的防守戰術是有效的讓對手甚至窒息，只是進攻端被批評這也是合理的。至於傷病隱患方面，現在埃基蒂克已經缺席，鄧貝萊過去1年也一直有腿筋和小腿的傷病記錄。薩里巴在26年3月曾經因為左腳踝問題暫時退出法國集訓，拉克魯瓦當時因此得到機會。這次德尚帶9名後衛、9名前鋒，本質上就是要為更長的賽制和傷病風險買上雙保險。那麼首發的預測，如老 K 剛才所說，麥尼昂、孔德、薩里巴、於帕米卡諾、特奧，中場楚阿梅尼、拉比奧，前場鄧貝萊、奧里塞、巴爾克拉和姆巴佩。這一版的首發是最穩妥的，這也符合德尚既要進攻的天賦，也要求結構平衡這樣的總體思路。奧里塞踢10號位，或者在右邊的內部組織，鄧貝萊可以右路也可以左路，巴爾克拉去拉開縱深，姆巴佩則根據對手的不同，在中鋒和左路之間切換。如果更保守，打更強的隊，那麼首發的預測就是後防線仍然是麥尼昂、孔德、薩里巴、科納特和特奧，中場排出3位，楚阿梅尼、拉比奧和坎特，鋒線上3叉戟，鄧貝萊、姆巴佩、奧里塞。因為如果遇到像西班牙、英格蘭、阿根廷這類控球或者高壓的強隊，德尚很可能犧牲一個純攻擊手，增加坎特或者科內去保護中場。如果是坎特首發，說明德尚仍然相信老將的大賽經驗，而且這份名單上有4名2018年的世界冠軍，盧卡斯、坎特、鄧貝萊和姆巴佩就都可以派上。如果更激進一點，在需要拿分的時候，德尚可以排出後防線上麥尼昂、古斯托、薩里巴、於帕梅卡諾和特奧，中場仍然是楚阿梅尼和拉比奧，鋒線奧里塞、鄧貝萊、巴爾克拉、姆巴佩。
這一版本的首發更適合打弱隊或者那些必須搶分的比賽。古斯托和特奧哲兩邊都可以壓上，奧里塞和登贝萊可以在內部區域創造威脅，而姆巴佩則衝擊禁區。法國隊替補席上的騎兵像有馬特塔這樣的支點，切爾基是關於靈感，杜埃則是年輕的爆點。阿克利烏什可以打多位置的輪換，是一張輪換牌。這裡面最重要也許就是馬特塔，因為他有很好的空中能力，不同於其他前鋒的身體模板。這種能夠投球的中鋒在世界杯後半段往往非常有價值。所以2026年這一版的法國隊，他們有3大優點。第一就是攻擊線是世界第一檔，姆巴佩、登貝萊、奧里塞這3個人隨便誰單獨拿出來都是核心級的球員，再加上巴爾克拉、切爾基、杜埃、馬特塔、圖拉姆、阿克利烏什，法國隊幾乎可以按對手的類型隨便的換前場球員。這支隊伍的強點明顯就是進攻火力。第二大優點，他們的大賽經驗極強，這26個人總共有763次代表法國隊出場。有15人參加過24年歐洲杯，有11人參加過22年世界杯，還有4位是2018年世界杯冠軍成員。這樣的經驗在世界杯長賽制裡面往往非常關鍵。第3大優點，防線的深度也異常豪華。薩里巴、約帕梅卡諾、科納特、盧卡斯、拉克魯瓦、孔德、特奧、迪涅、古斯托，全是響當當的名字。法國隊在防線可以打出不同的風格，既有身體也有速度，既有出球，邊路推進也有人。但是再強的队也有它的缺點。站在对手的角度，咱們看法國队的3大缺点。第一，就中場的創造力不足，明顯不如前场華麗。卡馬文加落選以後，他們的中場更加偏硬度、覆蓋和秩序。真正的最後一傳可能必須交給像奧里塞、切爾基或者登貝萊這樣的球員回撤才能完成。如果面對那些低位的鐵桶陣，法國隊可能會出現前場有許多明星，但中路的最後一腳仍然非常急躁的問題。第二大缺點就是傷病的風險，像登貝萊、杜埃此前都有傷病的記錄，埃基蒂克已經缺席，薩里巴也曾經因為腳踝問題退出過集訓，甚至包括姆巴佩本賽季也一直有膝傷的隱患。那麼世界杯在北美的多城市作戰，旅行和氣候都會放大球員身體管理的難度。第3大缺點就是作為世界級的強隊，他們的輿論壓力很大，也帶有一種最後義務的情緒。德尚即將離任，齊達內即將上來，這形成了陰影。姆巴佩的隊長的責任，還有登貝萊金球獎的身份，這些都會讓法國成為被媒體放大鏡觀察的球隊。一旦小組賽踢得不順，法國媒體很快就會提出幾大問題啊，比如德尚是不是已經過時了呀？姆巴佩是不是能夠壓得住隊伍呀？齊達內時代是不是已經提前到來，對現有的球隊形成了干擾啊等等。那麼法國隊在世界杯的歷史上是雙冠王，他們分別在1998年和2018年獲得過世界杯冠軍，上一屆22年是亞軍，首次參賽是1930年的烏拉圭世界杯。法國足球和世界杯之間的淵源有幾個很強烈的點。第一就是1958年，當時的方丹單屆世界杯就打入13球，至今仍然是世界杯歷史上的神蹟。然後1982年、1986年是屬於普拉蒂尼時代的遺憾。1998年黃金一代，齊達內、德尚、圖拉姆、德塞利、巴特茲等等，他們在本土奪冠。法國也是第一次把移民、多元化還有共和的敘事跟足球冠軍融合在了一起。2006年齊達內的最後一舞在決賽頭頂馬特拉齊，法國隊最終點球輸給了意大利。2010年在南非內訌，這是法國國家隊的黑歷史。2018年姆巴佩橫空出世，德尚以教練的身份完成了球員加教練的世界杯雙冠。2022年世界杯姆巴佩決賽帽子戲法，卻在點球輸給了阿根廷。所以目前這支法國隊和歷史的呼應非常明顯。德尚既是98年的隊長，也是2018年的冠軍教練。姆巴佩在2018年是少年英雄，但也是現在2026年的隊長。图拉姆的兒子馬庫斯·圖拉姆入選了本届國家隊，延續了父輩的記憶。還有齊達內很可能會接班，這也讓1998年黃金一代的影子再次覆蓋了法國隊。所以2026年的法國隊不是從零開始衝冠，而是在一條長達30年的法國足球全力線上，完成德尚時代的最後一棒。就老 K 來看呀，今年世界杯法國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只有一個：當德尚最後一次站在場邊的時候，當姆巴佩第一次以完全成熟的队長身份帶隊的時候，
當法國擁有全世界甚至歷史上最豪華的前場的時候，到底他們能不能將天賦、紀律、情緒和歷史壓縮成法國隊的第3顆星？如果他們做到了，德尚时代會以最完美的方式結束；而如果他們失敗，齊達內時代可能會在全法國的期待和遺憾中重新到來。這就是2026年的法國隊，強得離譜，但也重得離譜。所以姆巴佩這個球員呀很有意思。2018年橫空出世，誰都沒有想到，到2026年竟然還沒有獲得過歐洲冠軍杯，而且是不是還有機會拿到他個人的第2次世界杯桂冠，也很難講。總統姆巴佩，咱們的姆總選擇了最難的一條路，擔子最重的一條路，可也是一旦成功，有可能前无古人後無來者的一條路。姆巴佩如今已經連續8個賽季成為聯賽最佳射手，在法甲拿了6年，到了西甲又拿了2年，而且他也曾獲得過歐洲金靴獎、歐冠金靴獎，還有世界杯金靴獎。到底是不是通過進球在傷害球隊？讓我們世界杯好好看看。好的，最近曼聯的名宿罗伊·基恩跟曼联的队長逼费呀是怼上了。先是前幾天，基恩在做客播客的節目的時候，和加里內维爾等人談到了逼费本賽季英超助攻數已經達到20個的事兒。當時罗伊·基恩對逼費的助攻追平了亨利和德布勞內，顯得很不以為然。他說：“老實講，周末我在曼聯的所見所聞簡直讓我氣炸了，全都在聊他的助攻，球員們也都在討論他的助攻。賽後逼費還接受了採訪，我當時看着他，所有人都在聊助攻，甚至連球員們也都在聊，感覺整場比賽就像是在圍着他的助攻轉一樣，全是這種論調。賽後逼費接受採訪的時候，作為曼聯的隊長，他居然自己也說：哦，是的，有幾次我本來可以射門的，但我還是傳球了。我的個天，作為一個足球運動員，你的比賽心態怎麼能變成這樣？如果記錄發生了，那就發生了，去比賽怎麼能光想着個人的記錄呢？反正逼費遲早會拿到這些統計數據的，但是把這變成了周末曼聯全隊表現的核心焦點，我覺得太讓人倒胃口了。看着他們所有人，還有當逼費拿到助攻時上去祝賀的那些球員，我都覺得尷尬。進球的球員可怎麼辦呢？所以啊，我覺得逼費贏不了獎杯，就憑球隊昨天那種心態，丟掉了2個球，然後所有人就因為他追平了助攻記錄而一個個得意忘形。逼費是贏不了獎杯的，這簡直不可思議，匪夷所思，就像馬戲團的小丑表演。此外，當時逼費在比賽中給齐爾克澤傳球，後者卻沒能打進，當時逼費直接倒在了地上。羅伊·基恩直接說道：哇，真漂亮，逼費憑什麼倒在地上？請問？太對了，就為了他自己，他可不是在為那個正經歷低谷、錯失了幾次機會的前鋒感到失望。逼費腦子裡想的全是助攻。那麼在基恩這一次批評發生以後，事兒鬧得挺大。隨後逼費接受採訪，也在播客節目中談到了基恩早些時候的批評。逼費說：我一直說我不介意批評，我總是接受任何人的批評，從不回應任何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他們覺得好壞或者其他什麼都行。我最討厭的就是有人撒謊。就拿罗伊·基恩的言論來說，基本上他說的都是謊話。幸好所有事情都有記錄，想想如果沒有記錄，人們就會覺得逼費就是個只想刷助攻記錄的人。我尊重羅伊·基恩，尊重他為俱樂部過去所做的一切，以及他一直以來所說的話。我從未說過任何錯話。我甚至問索爾斯克亞要了他的電話號碼，想給基恩發消息跟他談談，告訴他我不介意批評，但我討厭別人歪曲我的言論，因為這有點超出了我認為可以接受的限度。我接受批評，我接受基恩可能會說一些我不喜歡的話，這能讓我進步。我不喜歡的是人們隨意篡改我自己的言論，關於我說的話那不是真的。他可以批評我，殺了我，說我不夠好，說我不是個好隊長。他可以說我不是好球員，隨便什麼都行，沒關係，我不在乎。這是基恩的看法，我不喜歡，但我更希望羅伊·基恩有時候能表揚我，因為我確實取得了一些很多球員都無法取得的成就。這裡呢，逼費說的話是針對基恩的表示啊，說逼費為了完成自己的助攻記錄，就讓全隊都圍着他轉。那麼逼費聽了這樣的話，當然是很不開心的了。這件事情最新的進展，羅伊·基恩在社交媒體上發布動態，進行了嘲諷和回應。他沒有點名批評逼費，但是發的圖是一頭驢站在舞台的中間，配文道：過多的關注會讓一頭驢覺得自己是獅子。哈哈哈哈，有意思。曼聯現在成績越來越好，慢慢的告別了綜藝臉的稱號。
但好在咱們還有這一群名宿，有他們在，流量這一塊是下不去的，大家放心。好的，曼聯的鄰居曼城，現在馬雷斯卡已經和曼城簽約了3年，這事兒已經 here we go 了。另外，皇馬球員呂迪格和皇馬也就續約1年的事情達成了口頭協議，而皇馬球員赫伊森落選了西班牙世界杯的名單，他本人和皇馬都感到非常的意外，非常的不滿。最關鍵是赫伊森周圍的人認為，西班牙足協在過去的幾個月一直在宣傳活動和國家隊有關的活動中都在使用赫伊森的形象。當時赫伊森本人還曾經向皇馬表達過不舒服，因為他作為西班牙新計劃的代表面孔之一，被不斷地推到了媒體的曝光之下。可現在世界杯陣容卻不帶他了。就在幾周前，還有一個拍攝團隊去到了赫伊森球員的家中，為一部與西班牙隊和世界杯有關的紀錄片做準備。當時赫伊森身邊的人都以為這個舉動代表着赫伊森會進入西班牙最終名單，可最後現實完全不同。所以赫伊森的落選讓他最親近的圈子非常不滿，甚至有人暗示這個決定背後絕對存在幕後的黑手。球員沒有得到坦誠的對待，整個情況的處理方式讓人尤其痛苦。皇馬球員赫伊森、贡薩洛·加西亞、弗蘭·加西亞還有卡瓦哈爾，他們都在最初的預名單裡，但最終都沒有能進入主帥選中的最後名单。與此相對應的是巴塞羅那的加維，僅本賽季只踢了13場比賽，仍然入選國家隊。這樣的对比讓皇馬內部非常驚訝。好，另一方面，現在皇馬的主席競選已經有了候選人，里科爾梅已經確定要加入。他最近做客 ABC 總部，在採訪中逐步地闡述了自己的競選綱領。首先，里科爾梅說自己已經敲定2名國際頂級球星，如果自己當選，這2位頂級球星就會加盟皇馬。之前一直有消息說里科爾梅在跟曼城的哈蘭德談，那麼會不會是哈蘭德跟羅德里呢？另外，里科爾梅表示，穆里尼奧未必適合當下的皇馬，而中途解雇哈維·阿隆索是一個錯誤。皇馬俱樂部正在走向私有化，這或許是皇馬的最後一屆主席大選。還有關於內格雷拉案，如果皇馬從一開始就嚴肅對待，那結果肯定不同。總之，皇馬一開始老佛爺以為自己沒有競爭對手，但現在里科爾梅的出現讓一切有了變數。穆里尼奧進入皇馬的進程也受到了影響。好，另外一方面，關於阿萊格里被 AC 米蘭解雇的事情，幕後的消息逐漸傳來，確實是伊布拉希莫維奇推動了 AC 米蘭對阿萊格里的解雇。哈哈，現在就 AC 米蘭的成績來看，伊布拉希莫維奇一個只有初中文化還一直踢球的人，而且非常的傲慢自大，別說管理企業了，說伊布是個管理人才，誰信呢？所以 AC 米蘭的成績如果一直起不來，那所有的鍋呀，總有一天要伊布來背。另外，如果皇馬還是老佛爺當選，那穆里尼奧仍然會來皇馬當主教練。穆里尼奧想補強皇馬右後衛，目前正在考慮國際米蘭的鄧弗里斯。鄧弗里斯和國米現有的合同中存在2500萬歐元的解約金條款，而巴塞羅那方面，小蜘蛛阿爾瓦雷斯和切爾西的若昂佩德羅都想加盟巴薩，但切爾西不願意出售若昂佩德羅。另外，穆里尼奧要來皇馬，他點名要引進葡萄牙體育的日本國腳守田英正，但目前由於皇馬的主席競選，守田英正轉會皇馬的談判陷入僵局。英超方面，西漢姆聯隊已經正式確定降級，他們必須要賣球員，籌措 1.5 億英鎊，多名球員大概率離隊，俱樂部內部也會出現人事的裁員。努諾的帥位岌岌可危，而現在馬特烏斯·費爾南德斯大概率會走，曼聯和阿森納都有可能買他，還有大巴黎也有興趣。而西漢姆聯唯一想挽留的人就是隊長鮑恩。好，輕鬆一下，澤凱賴什果然和葡萄牙女演員伊內斯·阿吉亞爾又和好了。在阿森納慶祝英超奪冠的時候，女友來到了球場和他一同分享喜悅。這對情侶曾經在25年澤凱賴什從葡萄牙體育轉會阿森納期間短暫分開過，但今年早些時候，隨着澤凱賴什逐漸適應了倫敦的生活，兩人重新復合。在奪冠慶典上，女孩子一直陪伴在澤凱賴什身邊。據說有一個謠傳說，當初分手是怕澤凱賴什離開以後，女孩子在葡萄牙被極端球迷騷擾。但到了今年，澤凱賴什離隊的事實淡化以後，兩人就開始復合了。確實，當時澤凱賴什走的時候，和葡萄牙體育鬧得極不愉快。當時媒體還傳澤凱賴什對葡萄牙體育的主席放話說不放自己去阿森納，自己就要幹主席的老婆。
這一聽就不可能的事兒，但是當時被媒体炒得煞有介事的，所以刚離開葡萄牙體育，葡萄牙那邊的反應確實很大。但等到後面阿森納和葡萄牙體育的歐冠比賽的時候，大部分球迷也都釋懷了，當時還歡迎了澤凱萊什回到葡萄牙體育的主場。好的，朋友們，最近開始做世界杯48強的掃描，一不小心就把時間拖久了，但真的說起這些事情來，真的是欲罷不能。所以感謝您的點讚、評論和分享，也請您獻上寶貴的 Hype 積分。那麼請別忘了訂閱咱們的節目，咱們明天再見。